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：王一博奇美和聊天记录疯传7小时反转真相。疑似王一博与奇美和的聊天记录突然在网络上疯传，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席卷各大社交平台。截图里充满暧昧对话、高价消费记录以及对同行艺人的评价等细节，情节被渲染的跌宕起伏，仿佛一部早已写好剧本的都市娱乐大戏骤然开播。许多人在第一时间惊呼：顶流明星的人设是不是要崩塌了？那些截图界面看起来颇为真实，排版、头像、时间线一应俱全，甚至连语言风格都刻意贴近年轻人的聊天语境。阅读量在短时间内迅速破亿，全网吃瓜群众沸腾起来，评论区像开了闸的洪水般倾泻而出，猜测、失望、调侃、愤怒交织在一起，情绪远远跑在了事实前面。在流量逻辑主导的舆论场里，一张截图的传播速度往往远超理性判断的形成速度。短短几小时内，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榜，营销号迅速跟进搬运，部分自媒体甚至已经开始延伸深度解读，从所谓的聊天细节推演人物性格，再从人物性格推导事业走向。暧昧对话被反复截取放大，高价消费被贴上奢靡炫富的标签，对同行的评价则被解读为背后议论暗流涌动。在被精心拼贴的叙事里，一个原本专注工作的艺人形象被硬生生拽进一场风波之中，仿佛所有细节都指向某种早已预设的结论。然而，谁也没有料到，仅仅7小时后，剧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。乐华娱乐迅速发布声明，明确指出相关聊天记录为恶意伪造内容，属于对艺人的诽谤行为，并表示已全力收集证据，准备依法追究责任。声明措辞严肃而坚定，没有回避，也没有含糊其辞，而是直接否认截图真实性，表明维权态度。这种迅速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谣言扩散的节奏，也让原本一边倒的舆论开始出现迟疑。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，造谣者在操作过程中竟然亲手自戳死穴。在发布录屏时，他忘记对关键个人信息进行打码处理，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清晰暴露在画面之中，身份线索一目了然。原本试图躲在网络匿名面具后的操作者，因为一个低级失误，将自己推到了聚光灯下。网友顺着这些信息进行比对，很快发现其使用的是王一博2019年已经废弃的手机号，在小红书上自编自演所谓聊天情节。所谓爆料者精心拼接剧情，却忽略了细节自洽，结果让整场闹剧显得荒唐而拙劣。细看那些截图内容，也能发现诸多漏洞。聊天文字频繁使用网络热词，语气夸张随意，与王一博一贯低调、克制、话少的公众形象明显不符。长期关注他的人都知道，他在公开场合发言简洁直接，很少使用花哨表达，更不会在社交场景中频繁堆砌流行口痞。截图里的人设与现实印象之间存在明显割裂感，再加上杂乱无章的订单截图，时间线逻辑不清，界面细节拼接痕迹明显，整份所谓证据更像是东拼西凑出来的假资料。只是在最初情绪高涨的几小时里，很多人并未耐心拆解这些破绽，而是先入为主地完成了情绪宣判。被卷入风波的齐美和其实早已低调淡出公众视野，多年没有公开互动，却在这场闹剧中被再次拉出陪跑。旧绯闻被重新翻出，与新拼接的聊天记录强行嫁接，制造出一种前情延续的戏剧效果。这种做法不仅伤害了王一博，也再次消耗了另一位当事人的私人空间。流量时代的残酷之处在于，
只要具备话题性，哪怕当事人早已沉寂，也可能被无端拖回舆论场，成为制造点击量的工具。王一博这些年一直专注于拍戏、舞台和赛车等工作，行事风格低调克制。正因为顶流身份，他也频繁成为谣言的目标。几张拼接的图片，一段编造的聊天记录，再加上曾经的旧闻素材，就足以拼凑出一场声势浩大的舆论风暴。当流量成为衡量价值的指标，一些人不惜以他人的名誉为代价，换取短暂的关注与收益。部分账号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迅速转发，为抢占流量高地；也有人出于恶意，明知存疑却依旧扩散，把伤害当成娱乐，把虚假当作谈资。这并非个别现象，而是流量时代反复上演的剧本。谣言的传播速度极快，一条爆料可以在几分钟内传遍网络，而真相往往慢半拍。等到辟谣出现时，最初的情绪已经扩散开来，即便事实被澄清，也难以完全抹去留下的印象。营销号带节奏，话题标签被不断强化，部分网友在从众心理驱使下盲目跟风，形成情绪共振。最终受伤的往往是那些认真工作的人，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参与这场舆论博弈，却必须承受无端的质疑与攻击。当我们随手转发一条未经核实的消息时，或许并未意识到这个动作可能正在把一把锋利的刀递给别人。一次轻率的分享可能成为网络暴力链条中的一环。跟风吃下一个假瓜，看似只是娱乐消遣，实际上却在纵容那些恶意制造虚假信息的人。长此以往，谣言制造者的成本越来越低，而被伤害者的代价却越来越高。在这个名气与争议并存的时代，名气越大，是非越多。顶流艺人所面对的不仅是作品与市场的考验，还有来自舆论场的持续压力。那些踏实拍戏的人不该被谣言困扰，低调生活的人也不应被恶意消费。公众人物需要接受合理监督，但绝不意味着要承受捏造与诽谤。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的，匿名也不等于免责。此次7小时的惊天反转，某种程度上给谣言制造者敲响了警钟。技术可以伪造截图，却无法掩盖逻辑漏洞；流量可以短暂聚焦，却无法替代事实本身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场风波提醒我们，每个人都是舆论环境的参与者。理性、克制与基本的判断力，是对他人最起码的尊重。不造谣、不信谣、不转谣，并非口号，而是一种责任。当我们愿意多花几分钟核实来源，当我们选择不被情绪牵着走，谣言的生存空间自然会被压缩。善良有时很简单，就是不随意转发，不轻易定论，不让他人的努力被虚假信息掩盖。真相或许会迟到，但从来不会缺席。7小时的反转已经说明，精心编造的剧情终究经不起推敲。造谣者因为一个疏忽暴露身份，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着虚假终将露出破绽。法律程序的启动，则意味着事件不会止步于舆论层面的澄清，而会进入更为严肃的责任追究阶段。当造谣行为真正付出代价，流量时代的某些乱象或许才能得到遏制。风波过后，人们终究会回归作品本身。舞台上的表现，镜头里的角色，赛道上的专注，才是艺人真正的立足之本。那些短暂喧嚣的截图，终会被时间淹没。希望这次闹剧能成为一次提醒，让更多人意识到理性的重要，也让网络空间多一分清朗。不要让虚假的信息掩盖努力的成果，也不要让恶意的行为消耗我们对彼此的信任。流量可以制造浪花，但唯有真实，才能沉淀为长久的价值。感谢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并订阅频道。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。再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